这是一家坐拥50多万件文物的博物馆，单单是1级文物就有2100多件。同时，此处还曾获得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单位、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等荣誉。它便是山西省博物院。此馆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交通很方便。每个去山西而且路过太原的游客都不应当错过它。因为山西省博要素过多，所以本期视频的内容较多。小破站的观众可按照章节来选取你要看的内容，其他平台的观众记得后面还有5集，继续看下去才完整。创作不易，求个3连吧。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山西省博物院，看这个人流量没有？一会儿咱们再好好的逛一逛这儿啊。去山西省博之前，记得在他们的小程序上提前预约。我是2024年7月去的，当时门口排的大队都拐了弯了，其人气可见一斑。走进去之后，我们简单看看设施，智慧讲解的租金是30块钱，虚者自取。另外可以留意一下山西省博的布局图，一共4层楼10多个展厅，文创商店就在1楼。现在我们就近走到壁上万千宋金壁画展厅，进来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富人启门砖雕，它是山西沁源县段家庄宋金木砖雕的一部分。富人启门在下方的位置，上方则是镇墓武士居中生活场景居两侧的浮雕，看起来很有烟火气。山西宋金墓里的富人启门装饰，我知道的至少有3处，除了这边之外，稷山马村砖雕墓里有，汾阳东龙观墓群里也有，待会儿这个展厅还有，到了再细说。另一种常见的是墓主夫妇图，像这种相对完好的墓中壁画，所复刻的便是古人生活的场景细节，它明显比散装的文物更生动。比方说这几组壁画，它所复刻的就是生活中的场景，比如说做饭吃饭之类的家中生活，或者出门在外让牲口运输东西等等。再走上一段就能看到一处原汁原味的墓室，它就是晋城好将金墓。墓的前室模仿的是木结构的建筑，上方有斗拱，拱眼壁上有彩绘，门上方有4个门簪，下方也有富人启门。它的最下方有仰莲和花朵浮雕，形似须弥座。阳间建筑一般把它用在局部，很少会用在建筑整体的地基上。另一侧4扇门上的窗棂花样不尽相同，仔细看下边门上还有捆门浮雕呢。现在我们走进后室，发现这边的斗拱是简化的，仅有的横拱还是泥道拱。此外还有砖雕故事连环画，这个屋子便是用来放棺材的地方。然后我们走过这条通道，进入下个房间，里边还是这个主题的临展。进去没多久就看到了24孝的砖雕，不得不说呀，这里的孝道故事是一个赛一个的抽象，可能是因为古人的孝顺赛道比较卷，最后能流传下来的就都是抽象界的卷王了。下边一组展品就更让人大开眼界了，这边有宋金时期的青龙白虎，这些神兽本来就是历史悠久，这些不稀奇，稀奇的点在于金代就已经有八仙的传说了，而且那时候的八仙名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少了一个何仙姑，多了一个徐神翁，这居然还跟我沾亲带故。神仙名单的变化便是文化流变的见证。余下的壁画都相对散装了，里边的元素我们刚才也都见过，就不细说了。目前我们在山西省博刚逛完一个临展厅，就看到了这么多的宝贝，至于后面还有多少精彩，简直不敢想。1楼另一个临展厅是高行清翠于成龙廉政文化展，生于山西吕梁的于成龙是清代初年的名臣，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那位经常救驾来迟的大臣于世龙便是参考于成龙杜撰而成的。而以于成龙本人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其实也有，但知名度远不如前者了。至此我们已经逛完了1楼，现在我们走出来登上2楼，走进文明摇篮展厅。到了这一刻，我们才算是走进了主线看展之路。展厅里黑压压一片全是人，现在暑假结束了，不知道好点没有。既然是文明摇篮，当然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了，而博物馆内也对当时人类的生活做了复原，地图上也对山西的旧石器文明遗址做了标识，可惜我一个都没去过。这边除了展出当时的各种石器之外，还展出了很多骨头化石，推测为当时狩猎成果的遗存，而石球也是当时的狩猎工具
之一。如今的球类运动便是对当初狩猎行为的一种继承。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便已经出现了研磨盘，此时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随着工具的发展不断向前进化着。很快我们便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的展品中开始大量出现彩陶器了，其中的典型代表为这件庙底沟彩陶罐，它的上腹部向外突出，下腹却又内收，其基础颜色为橘红色，上边有黑色颜料绘制的花纹，这种花纹一般被认为是抽象化的花鸟纹。中途还路过了陶寺遗址的展示区。2024年夏天自驾晋南时，我路过了陶寺遗址，但没有进去，下次争取给它补上。陶寺时代的陶器在这边也有展出，另外还有一把 V 字形锄刀，一般只在重大场合中使用。陶寺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是一件重点展示的文物，它是龙山文化的代表，其造型在出土文物中不多见，这意味着它的地位非凡。可惜这边灯光太暗了，实在看不清楚中间的龙形了。除此之外，在龙山文化阶段中也出现了大批量的玉器。下面我们进入夏商踪迹展厅，也就要逐渐进入重头戏了。在这个展厅的入口不远处，能看到一处与夏朝相关的山西地图。重点关注一下运城的夏县，此处是夏都之一安邑的所在地，所以至今仍以夏为名。而夏县的文物也大都是陶器古器，在山西省博这部分的篇幅并不算多。往后就是商朝了，运城的垣曲县就曾出土过商城故址，此外还展示了一些出土于商朝墓葬中的文物。前面大批量出现过的陶器这边也有，但商朝的青铜器开始增多了。重点看这件兽面纹铜鼎，其中出现的兽面纹也是商代经常出现的一种花纹样式，不过它的花纹还是复杂，不太容易区分轮廓。看这件青铜鼎，它的兽面纹就更好区分一些。除此之外，还要重点关注这件青铜骁友，它也是一件商代青铜器，看它前边密密麻麻围了一大堆人，就知道它的人气多高了。骁是古代人对猫头鹰的描述，代表它的外形；友则是酒器的名字，代表它的功能。其头部花纹则是抽象画风的夔龙纹。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看附近的电子屏，这是更为立体的展示渠道。青铜骁友的出土地便是吕梁市的石楼县。除此之外，这个展厅里还展示了不少的商代金器，这是比较稀有的展品类别。仔细看，金器上有明显的捶打痕迹，证明当时的黄金冶炼技术还不够发达，所以要借助捶打工艺来塑形。我第一遍逛这个展厅时，漏掉了一件重要文物，它就是商代青铜器龙形弓。像这种香蕉船造型的龙形酒器，在青铜器中是非常罕见的。更罕见的是，它的侧面有驼纹，也就是鳄鱼纹。这种花纹不可能凭空出现，制作者必然是先见过鳄鱼，才能有这样的创作灵感。但鳄鱼这种生物一般多见于温暖潮湿的地区，这可以从侧面证明商朝时期的山西要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至此，我们就看完了夏商踪迹展厅。下一个展厅更是重量级，它就是晋国霸业展厅，时代对应春秋时期的晋国。这屋子里的客流量非常大，可见晋国的人气是很高的。这一坨人围着的文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晋侯鸟尊了。这是一件出土于曲沃晋侯墓的珍贵文物，那个年代盗墓很猖獗，这件文物刚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被盗墓贼炸成碎片了，之后历经了很长时间的修复，才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样子。因为这是以鸟为原型创作出的工艺品，所以它外侧的花纹当然是以云纹和羽纹为主。它的盖子在它的背上，上面还有一只小鸟，既是抓手也是装饰。山西省博有很多件镇馆之宝，而这件鸟尊的人气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了。之后能看到晋国的历史，在之前晋国博物馆的视频里，我们初步的串了一遍晋国的历史，这里不再赘述。往后走能看到这件鸟盖人族盒，它也是从曲沃晋侯墓出土的文物。我们能在它的名字中知道盖子上有鸟，背负器物的是人，但名字之外的信息还包括龟蛇造型的壶嘴。这件青铜器的实际功能则是调和酒水，而后面的兔尊明显比晋国博物馆那边的兔尊要更生动一些。再看后面的金玉饰品，就很明显能发现，这时候的饰品打磨工艺比起之前更上了一层楼，所以这些物品的外貌就更加规整有型了。西周晋侯苏中以前叫做晋侯苏中，当初晋国国君苏因战斗勇猛立下功劳，所以周王给苏赐下重赏，然后苏就把这段荣耀的往事刻进了这套铜钟的铭文里，这也是曲沃晋侯墓中所出土
土的重要文物。旁边的楚公逆钟本是楚国国君铸造的钟，怎么跑到山西来了呢？有专家推测为周宣王讨伐楚国时抢了不少宗庙重器，因为晋国在战争中出力较多，所以就赏赐到晋国来了。此外，这附近的位置还展示了一些补骨，但这不是山西省博的重点，数量也不多，改天咱们到殷墟新馆细说。然后我们关注一下晋侯匹胡，这个字其实是这样写的，我都敲不出来。它的盖子抓手是山峦的形状，两侧支出部分为象首龙身，壶身上半侧为抽象的龙纹，下半侧是相对好认的一头二身的龙纹。你发现没有，商代的兽面纹在周朝文物中减少了，其中的一部分变成了眼前的这些兽形装饰，另外一部分则在侯马铸铜遗址中以饕餮纹之名留下了传承的遗迹。看到这里了，可不能错过盘龙纹方壶，它的腹部真的有盘龙形状浮雕，但这不是壶上唯一的龙纹，看上边还有额外的龙纹。这种偏抽象的龙纹就是我们在青铜器上常见的盘螭纹了。说到侯马，就不得不提到侯马盟书，这是春秋时期晋国几家卿大夫所留下的，内容则是呼吁团结一致对外。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比如韩赵魏三家在瓜分晋国时确实是非常团结。从那以后，晋国这个大国消失了，秦国东晋的屏障也消失了，但三晋大地上却又多了几片四战之地，这便进入了战国时代。铜锡立人秦盘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物，这盘子下边插了个棍子，然后握在下边铜人的手里，实际上这是活的，可以自由转动。而最下方的铜兽就是所谓的铜犀，它应该是以犀牛为蓝本加料制作而成的，其花纹造型极其复杂，头部是鳞纹，前后腿都是蛟龙纹，腹部则是云纹，尾部还有垂叶纹，造型可以说是极其华美。至此我们就看完了晋国霸业展厅，下面我们登上3楼，来到天下晋商展厅。山西能存留下那么多古建筑，证明山西是富过的，而且富人的数量绝对不少，这个群体就是著名的晋商了。我们来看看山西省博是如何描述晋商的。开头的概述说晋商是以义取利，但没有细说义在哪里，倒是提到了另一个重点，晋商致富的重要风口便是明朝的边境贸易，其中的一个大宗便是盐，那甭问，运城的盐池肯定没少出力。此外，煤铁矿藏也是大宗，除此之外还包括中俄跨国贸易，这说的是清朝的事儿。当时的中俄贸易基本都集中在山西了，馆藏的很多俄国钱币便是当初留下的贸易痕迹。另外，博物馆内还对当初的贸易线路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展示，其中的必经之路沙湖口也曾因贸易而繁华富庶，如今这边已经是一个景区了。要想富得快，全靠金融带。在晚清时期，晋商在平遥创立中国首家票号，之后便传遍了国内的各大市镇，而山西之内就更是密密麻麻了。票号的功能近似于今天的银行，去外地做生意时不一定要拉一大堆银子，也可以把钱存到晋商票号里，到了地方凭票支取，很方便。从此这票号变成了集中财富的抽水泵，而晋商东家的财富当然也就更上一层楼了。在有钱之后，很多晋商在清末时期也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不止轻工业，还包含矿业这类重工业。除此之外，博物馆内还介绍了几个知名的晋商大院，其中以乔家大院最为闻名。说真的，这类热门的景区我是一个都没去过，反而更喜欢去相对冷僻的古建筑，因为人少的地方更舒服。他们大院里的家具很有意思，眼前这件太师少师就比较耐人寻味。看来他们有钱之后还想要权，果然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说到晋商，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信仰，那就是关公信仰。其实关公信仰的辐射范围是遍及5大洲的，这个将来到亥州关帝庙细说。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天下晋商展厅，出来之后马上进入戏曲故乡展厅，这里讲的可不只是戏曲，而是音乐本身的发展历史。看入口附近的屋顶就自带一个藻井，它就很像是戏台的藻井。开头陈列的埙就拥有非常古老的历史，而早期的编钟和舞咏都是古人探索音乐的证据。戏曲的雏形则是在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这时候的音乐作品一般被称为百戏，而到了宋元时期，音乐的发展就更加成熟了，所以这个时期也有很多与音乐相关的壁画作品以及砖雕作品被一路留存到了今天。有一组金代砖雕专门讲的就是竹马戏，这种戏曲是对战争场景的复刻，有点近似于今天
天的武系，而且他们骑的竹马真的很像是马，看来竹马不只是代词，也是有对应实物存在的。再往后就是社火了，这也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庆祝仪式。我今年过春节的时候还去大同看社火来着，那些静止的画像砖终归不如真人社火更生动。而在宋金时期，戏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后世生旦净末丑的行当之分在这时候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看到这边的砖雕时，又想起我的2个电子老婆了，他们太会 cos 了。再往后讲的则是戏台的形态演化，无外乎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小型到大型。看金元戏台就是结构简单，不分前后台，但明清时期的戏台就区分出了明显的前后台，后面还展示了一个金代的大鼓，皮做的鼓并不是很耐造，所以这大鼓能保存到今天，可以说是殊为不易。而明清时留下的物品，因为年代比较近，所以数量比较多，保存的也比较完整，甚至连那时候的衣服都能被保留下来。展厅末尾的位置给皮影戏做了个简单的介绍，而在出口的位置有一个带电子屏的戏台，可谓之始于戏台，终于戏台。看完之后，我们就来到了民族熔炉展厅，一开始就看到了胡父九尊，这是一件通体鎏金的西汉文物，侧面有铺手衔环，九尊口沿上刻有铭文：巨阳阴城胡父同九尊，重百念金，和平3年造。观看尊身时，发现它的上边有很多兽形的动物图案，而且画风粗犷，这属于是在中原器形上增添了草原的美术风格。而后面的胡父温九尊就更典型了，仔细看这件文物，它既有凤钮龙纹，又有草原猛兽，可以说它在融合这方面无疑做得更加彻底。下一件重要文物是燕鱼铜灯，造型是一只回首的大雁，嘴里叼着一条鱼，鱼肚子下边是点灯的地方，把灯点着之后，燃烧的烟雾会沿着大雁的脖子进入提前灌了水的大雁腹部，这个没看出民族特色来，倒是看出环保理念来了。后面我们进入北魏时期，这边的文物就比较眼熟了，因为之前在大同世博看过了很多画风近似的物品，比如后面的宋少祖墓，那就是在大同挖出来的，随葬明器的画风也是糊里糊气的。下边这位更是重量级，那就是司马金龙墓，他父亲是头号北魏的东晋皇族，母亲是北魏皇族，这双料皇族的墓葬规格当然是非同凡响。后面被一堆人围着的便是司马金龙漆画屏风版，但展出的竟然是复制件。我记得山西省博是有原件的，这原件跑哪儿去了呢？不如看看这边的官版画吧，起码是大同智家铺墓地出土的原件。虽然棺木已经残破不堪了，但上面的彩绘却是出人意料的清晰，而且这画的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宏大。它所描绘的是鲜卑上流社会的娱乐生活，包括出行射猎等等。后面还用一点点篇幅介绍了尔朱荣和高欢，要不是当初在喜马拉雅做节目，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俩人的故事。在楼瑞墓的篇章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复原的墓室，还能看到鞍马游骑图的复制品。我记得北齐壁画博物馆有原版的鞍马游骑图，等到了那边再细说。同样的，徐显秀墓在这边只是惊鸿一瞥而已，就展出一个石门，上边是彩绘浮雕神兽，可惜这扇门并不能从这一侧打开，只好将来到北齐壁画博物馆再细说。后面是北魏礼佛铜器，在北魏一朝同时发生过灭佛和礼佛的事情，不过眼前这些物品都是金灿灿的，至少备下这些礼佛用具的人还是比较虔诚的。下面我们进入异域来风篇章，这边除了展示西域常见的骆驼之外，还有很多胡人造像以及银器。仔细看，这银器上边的人物也不像是中土人物的样子，后面还有波斯银币呢，那更是妥妥的异域产品。再往后就看到了于洪木石椁，这是在太原所出土的隋代汉白玉石椁。这件石椁面阔3间，棺椁顶部为歇山顶，四壁则满满当当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浮雕，描绘的无非是射猎、家居，接着奏乐接着舞的日常生活。虽然这些浮雕观感精美，但它们不是最稀奇的地方。注意看，这里有2个祭祀模样的人围在一盆火边，这很明显是残存的仙教元素，证明当时这种信仰的影响力很大，都能刻进大人物的墓里。但如今存留在山西地表的仙教元素就只剩一个介休仙神楼了。在看完最后的互动屏之后，我们就逛完了这个展厅，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佛风遗韵展厅。头一个单元名叫北朝风貌，这个时代的产物除了我们熟知的云冈石窟之外，还有位于长治沁县的南聂水造像塔。这个区域的产物从北魏跨越到北宋，前后跨越了500多年的光阴。
后边是2块造像碑，说白了就是把佛的造像给刻在碑上。此类文物多见于北朝末期，但从隋代开始就逐渐衰亡下去了。后一组是东魏和北齐造像，如今的山西确实对应着这2个国家的疆域，但也不是绝对的。咱们刚才提到的造像碑里就也夹杂着北周的造像碑，可能是因为后来北周一统北方的缘故。下一个重点要看的是释迦七尊像，这也是一件北齐时期的文物。我们从上往下看，其顶端是一座佛塔，其两侧为一边3个飞天，主佛则端坐于仰莲宝座之上，佛衣为包衣博带式，其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其左右斜是2弟子2菩萨，最外侧斜是位站立的则是辟支佛，也就是独自悟道成佛者。主佛下方2个跪姿托物者为供养人雕像，最下方中央从莲花中绽放出来的是化生童子，为往生极乐者的幼态，下方最外侧则是2个无头的力士。往后进入唐代，就看到了出土于晋中榆社县的邓玉石塔。这座唐塔曾于1998年被盗，后辗转流落到台湾，最后被一位台湾高僧捐赠回到山西，并收藏在了山西省博里。我们也在这座塔上看到了多见于唐代的善家福座造像，而且此时的菩萨造像已经是较为明显的女性化形象了。再看此时的力士像，虽然风化到模糊了，但也能一眼认出来，这就是按照胡人设计出来的。以及此时的弥勒像还是早期版本的寿弥勒，弥勒佛即是未来佛，既见未来，为何不拜？后一个单元名义上写的宋明释像，其实连辽金也包含进去了。比如这尊著名的大同华严寺露齿菩萨，就是辽代遗留至今的造像。另一侧放的则是一尊来自朔州崇福寺的辽代观音造像，往后就是明代的4大天王画像，这和我们认知里的4大天王已经比较接近了。然后是一组明代的铜鎏金造像，其中在 C 位的菩萨便是准提菩萨，他和《封神演义》中收了孔宣的准提道人同有金身与18只手，应为后者之原型。最后这种特殊的钱币叫做纯化元宝，它是专给寺院的供养钱，所以会在这个展厅出现。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佛风遗韵展厅。现在让我们登上4楼，后边还有高手呢。我们能第一时间看到瑞相重光展，这是一个摆在楼道里的展览，讲的是泰山龙泉寺下出土5层宝函的往事。下面我们走进玉韵华夏展厅，顾名思义，这边展出的当然是玉器了，其中的标准开端当然是祭天地的礼器。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用圆形的玉琮祭天，其中甚至还有带古物纹的，想来与丰收有关，而方形的玉琮则是用来祭地的礼器。后边有西周时期的人首神兽纹玉戈，这也是从曲沃晋侯墓所出土的文物，它和其他的玉戈同属礼器范畴，说白了就是当气氛组彰显身份的。与之近似的还有这些玉制件配件，从实用角度看，这些东西有没有两可，所以还是装饰的功能性居多，但实用型的玉器也不是没有。看这些玉犀还有玛瑙犀，都是古人用来解绳的工具。另外像扳指这样的多功能物品，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后面的这些玉握多数都是猪的造型，这些都是下葬时让死者握在手里的冥器，而后面的玉鞘三则是用来封闭七窍的冥器，摆出来也是五官的造型。后面还有一套更齐全的，这便是西周文物坠玉覆面。之后进入自然崇拜的环节，看这件西周玉螳螂，可能是因为人们羡慕螳螂的2把大刀，就把这份崇拜具象化到了这里。还有这件玉鹿，虽然线条还有点抽象，但也不难辨认出它的原型。最后是春秋战国时的龙形玉佩，它仍然维持了早期的抽象风格。到了宋代往后的时期，这玉器的造型比起之前有了很多的变化，其中的流派之一就是仿古，也就是把玉器的造型做成早期青铜器的样式。其余的流派则以写实为主，而玉器中的动植物形象也有了新的寓意，比如马的背上放一只猴子，这就叫马上封侯，谐音梗玩得飞起。植物形象也是如此，它们与现实中植物的造型是越来越像了。此时的自然崇拜已经消失，而富裕社会阶层的审美风尚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看这件白玉嵌宝石描金碗，它外侧的宝相花图案都是用宝石拼出来的，内壁则是石榴纹，花果的外边缘皆有描金。这种繁缛且华贵的造型，正是上述观点的佐证。至此，我们就逛完了玉器展厅。下面我们进入土木华章展厅。顾名思义，这边当然是讲建筑，而且还是从汉代建筑开始讲起的。但汉代的木构建筑是没法留存至今的，所以只能通过墓中出土的陶楼来略窥当时建筑的样式了。不过汉代的瓦片倒是有不少，都留存下来了。看中间这块深色板瓦，上面还写着建安15年呢。往后的北朝建筑也得从壁画中寻找踪迹。这幅壁画名为九元岗北朝壁画墓门楼图，建筑上方有虫鸣鸟装饰，也有螭尾。后人复原的北朝建筑中确实有这些元素，但不像壁画里那么华丽。再看下方的铺座，人字拱藏在暗处很好认，但那几朵大的太神奇了，后世就没见过这个样式。转角铺座外出2跳，上边一个斗直接顶着角梁，柱头铺座居然是斜着各出2跳，而且头还是平的。看完我这 CPU 都要宕机了，这套路是真的没见过。往后还有个山西主要古建筑地图，而官方整理的黑神话悟空巡礼路线大致也是这么一条路。之后分别介绍了3大完整堂构，也就是佛光寺、南禅寺和广仁王庙，以及朔州崇福寺、应县木塔、浑元悬空寺等等。就这几个地方我全都出过详细版的视频，各位直接回看就行，这里不再赘述。至于其余的古建筑，西溪二仙庙拍过了，还没剪。凡是盐山寺吃了闭门羹，下次见。瑞城永乐宫得让有资格在店内开灯直播的人出视频。不过永乐宫的吃吻在这边收藏着呢，这比现场更好看。广胜寺夏天拍过了，但一直没挤出来时间剪辑。再往后就看到了汾阳太福观的28宿彩塑，我在现场时完全都不知道这些，这次算是开了眼了。再往后是一大堆琉璃构件，颜色可以说是五彩缤纷。这个绿色的高楼看起来有点像临汾的霍州鼓楼，后边还有几个广济寺的黑釉构件，这边我还没去过，下次补上。至此我们就看完了这个展厅。下面我们进入方圆世界展厅，这当然是讲钱币的。一开始是从商周时期开始讲起的，看这些商代的族徽，这造型很明显是提溜着好几串贝币的商人，而且贝字也和交易息息相关，如今的汉字中仍有体现。而贝的计算单位则是朋，事实上也是如此，有利益合作的朋友关系才更长久。后面展出的是贝的实物，不仅有真贝，还有铜贝，甚至在东周时期还出现了包金贝。后来人们回过味儿来了，既然都用金属了，那直接铸币不就得了？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就是用铲子为原型所设计出来的。博物馆怕我们看不出来，还特意弄了个对比，左边就是个真铲子，右边就是布币。在之后的岁月里，布币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还发展出了很多不同的品种。与此同时，齐国用的是刀币，楚国用的还是铜贝，课本上叫楚以鼻钱。此外，楚国还有金币，叫做楚国金版。秦国、魏国用的是还钱，但和后来的孔方兄还不尽然相同。之后秦国一统6国，把钱也给统一了，统一之后就都是孔方兄了。后来汉代的五铢钱大致也是同样的造型。此外还有一种更值钱的，视为西汉金饼。王莽在位的时候开始整活，弄了好些复古风钱币，但整这么多花里胡哨的根本就没个卵用。到三国时期就又变回去了，后边的两晋南北朝造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之后唐五代时期的钱币造型和之前也没什么变化。不过唐武宗灭佛后，用各地铜像铸造的会昌通宝拥有比较杂的背面地名，所以收藏家会额外关注它。而唐代的贵金属货币则是这种金挺，造型很像现在的金条。而在宋代，因为经济贸易非常发达，所以除了发行了纸币之外，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会铸造对应自己年份的铜币，所以币种齐全。然后就到元代了，辽和西夏多用宋币，金倒是有自己铸币，但是博物馆里对这三者的展示都比较少。而元代就不一样了，这边不仅有了较为完善的货币制度，更是留存下了大量的寺院专用供养钱。明代普通的铜钱没什么可说的，但这边的宝钞明显比宋元纸币看起来更正规了。而贵重的红五大金锭则被摆放在 C 位了，这便是当时的大额货币。清代则是用银和钱为主，大额支付一般是用银子，小额支付用钱。而且清代的各类通宝在民间留存了不少，咱们在自家翻箱倒柜说不定都能找到几枚。而
而像钞这样的纸币，在清代也是有的。至于从民国到现在，则是以用纸币为主。这个篇章的展品很少，基本是一笔带过了。在门口盖完章之后，我们便逛完了钱币展厅，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发现一个已经被清场的展厅，直接跳过。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展厅，瓷院一趴，也就是瓷器厅。这个展厅不是按照年代布展的，而是按照类别布展的。先看青瓷中的鸡首壶，其年代一般始于西晋时期，终结于隋唐时期。刚才咱们在太原楼瑞墓那边见过同款的壶，特征是壶尖上镶着一个鸡头，不过这个鸡头一般都是堵死的，大都无法出囊壶嘴。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青瓷器。看这件北齐的青釉贴塑兽面纹尊，这完全就是碎片拼起来的，能修复完整真是不容易。后面是晋中一代的瓷器，其中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件金代的白瓷枕，上面装饰的则是植物花纹。然后是介休窑，介休是著名的琉璃之都，建筑经常是五颜六色的，但没想到他们的瓷器颜色居然是这么素的样式。再往后是晋东晋西窑的瓷器，还看到一些赤红釉瓷器，但千百年后已经看不出赤红的颜色了。然后就到了青花瓷的篇章，这个时候工艺比之前愈发成熟统一了，但瓷器的造型也越发统一化标准化，很少看到大胆的想法了。到最后边是明清的彩色瓷器，其中包括鸡釉黄瓷器、豇豆红瓷器。后边左侧的瓷器颜色是多变的蓝紫色，它属于是窑变釉，颜色很随机，所以有很多可能性。逛完这个展厅，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山西博物院。都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可这地下文物也够丰富了。我是逛了一整天才把这一整座的博物馆看完。这座博物馆里的文物，其中有一半记录的是山西的过往，一切与晋相关的大事件都在这里得到了重现，而另一半记载的则是山西当下的看点，这既包括地上古建的精华，也包括了地下古墓的精彩。当我们将山西博物院从头到尾浏览一遍之后，自然便会通过这边的陈列了解到更多的看点。等将来再去山西，我们心里就有了底，知道哪里更精彩，哪里更值得看，哪里的体验更好，哪里又因为过度商业化而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被收藏在这家博物馆里，等待着你的发现。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